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正在讲体系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起发生在西藏的真实故事——少侠高反。怎么可能？当然是装的啦。今天我们不玩魔术，不搞电脑，也不说案件，我们今天出发去西藏。你会选择什么方式进藏呢？我就厉害了，选择了终身难忘的火车，从西宁硬卧到拉萨，而且去之前才知道，拿港澳居民身份证的人进西藏会有一定的限制，所以接下来说的会附带一些注意事项，全无广告成分，请放心使用。我们特种兵出发是18号的早晨，先从深圳飞往兰州，然后转高铁到兰州西，再到西宁火车站停留1天。这时候海拔已经2000多了，但都是轻松拿捏。我们还顺道在西宁玩了2个半天。你敢相信这酒店88块1晚，而且还离火车站那么近？当天晚上我们去了大兴街夜市，这里不算大，卖东西和吃东西分成了2条街，所以街道还是比较干净的。在二扁之前碰到了这家烧大饼，你看满满的肉，先15蚊仔，你仲想點啊？兄弟们可以冲，当然1个饼还是吃不饱的。旁边有这家烧肉店，你看这肚包肉，这个馕，这锅羊肉，真係發發聲啊，看到都流口水了。这2家可以推荐，都不错，可以去。吃完我们还去买了些零食，其实就是为了看一下零食是不是真的会高反爆开，结果是真的会。在西宁的第2天还有半天时间，竟然来了都来了，怎么可以浪费呢？坐车到不远的西宁南关清真寺跑了一圈，跑来了一只神兽，还是非常配合的。附近不远有个酸奶才3块钱，还有一家酿皮，加起来10几块可以吃到撑，抵到爛啦，你仲想點啊？我发现西宁的美食真的都不错，只是时间太仓促，最后也只能到东关清真大寺的门口看看，就要回酒店拿行李准备晚上的火车了。那西宁再见，我还会再来的。第2天的8点才慢慢天亮，可以起来看日出了。窗外的风景会让你忘记昨晚在车厢里的闷热干燥，还有就是全车是禁烟的，所以每到一个小站都会有一大帮人像集体中邪一样冲下车来2口，因为停的时间非常短，从来就没感觉过1口可以吸的那么大的。这趟火车其实到早上6点后，整个路程平均海拔都在3500至5000多，临时要高反也是在这个时候。我个人倒觉得还好，就是车厢里太闷了，没有什么胃口，尤其到了中午唐古拉山脉这一段，也是比较多人开始有反应，头晕、恶心、呕吐、头痛，这感觉就像喝了酒，就在断片与喝醉的这个区间，所以你感觉到头晕，也别安慰自己这是晕车，高反就高反了，不丢人。怎么说现在也是海拔5000多，大不了就吸一下氧气，再不行这趟火车上是备有医生的，你就放心的高反吧，也不用太羡慕我这种一路上可以拍拍拍，还有和旁边铺的大哥大姐聊聊聊，啥事都没有的人。而我在聊天中了解到，他们都是外地到那曲做买卖的，有做文具的，有做服装的，各种各样这边缺乏的物资都来这边做买卖。虽然那曲是虫草的生产地，但是只有当地的藏民才能采了，所以外来也只能做这些贸易了。以前道路运输不通畅，听说还是比较赚钱的，但是现在运输方便了，所以也开始卷起来。他们也在考虑转战别的地方，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，至少我暂时还没有这种勇气跑到这环境比较极端的地方做买卖。沿途拍到的一些风景就欣赏一下吧。你看到一颗颗黑色的，我们就把它称为15000，其实就是一头牦牛，你也可以数一下这里有多少个15000。当你看到这美得不像样的错那湖，这结冰的样子也是很美的吧。同时你也知道离拉萨不远了，在南方成长的人如果不出趟远门，这种场面哪里见过啊？如果你正经历工作不如意，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，趁还有点能力的情况下，穷游也好，放下紧绷的心情，忘记工作上的烂人烂事，坐上这趟火车，看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转眼间就到了拉萨。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再也不可能坐这趟火车了，实在太难受了。不信你来试试看，我只能说是一个难忘的经历。一开始你可能也听说坐火车进藏可以慢慢的适应，我信你个鬼啊！这海拔时高时低的，真的能适应过来吗？风景是真的美，难受也是真的难受。我只能说你行你来。一出站都快7点了，天还是这么亮那么蓝，有种猛烈的视觉冲击。
真的会感觉天近了很多，云好像随时都可以拍到脸上一样。这跟在飞机上看到的完全不是一个感觉。但是刚刚到，我们也不要太激动，赶紧去找酒店来接送的师傅。在车上，师傅给我们介绍了路上的景点和历史，我又实地的刷新了我的知识库。这又多了一个牛可以让我随时吹。西藏在1951年解放前一直是黑暗的农奴制度，所以是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直接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。这到后面的博物馆的时候我再带大家看一下。我们订的酒店就在布达拉宫的背面，选择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资质可以接到港澳台和外国人士的，位置是不错，隔条马路就是布达拉宫的背面。顶楼的餐厅还弄了一个镜面的平台，他们叫天空之镜，可以给大家拍照打卡的。而且非常幸运，在我去拍照的时候看到有几辆直升飞机从布达拉宫上面飞过，还给我拍到了这么震撼的一幕。虽然已经到达了拉萨，但是也不代表真的开启了这次的旅行。我们的想法是先适应2天，看一下会不会高反的很严重，再决定报个6天的团。如果感觉有异常就赶紧飞回去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说到这里就要开始说一下注意事项了。如果你也是拿着非国内的证件，尽管是有国内的居住证，在西藏是有一定的限制的，尤其是住宿方面。所以在网上预订的时候，千万要留意该酒店或者民宿。我的方式就例如在携程上，你要打开这个选项，在筛选里面下面选择政策服务，在适用人群里面选择你证件能不能入住。保险起见，到了酒店的页面，这个位置再点击设施政策、酒店政策，下面会有一个可接待人群，看一下是否可以接待。其实能接待的也不算太多，所以订机票之前我推荐还是打个电话去问一下。原因我也问过，但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科普一下，也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快点解决，好让大家以后随时都可以看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这次出行也是比较临时，准备的时间也不多，所以只能找到一些4星5星的可以接待，服务的确是好的，价格也还可以，只是房间感觉是有点年份了，始终比不上一些年轻点的民宿和酒店。另外就是可能也是在南方成长的原因，对于地暖实在是有点顶不住，感觉自己就像烧麦一样一直被干蒸着。在拉萨的酒店大多是有氧气机和加湿器的，但是还是非常的干燥，每次甩鼻涕都是带血的。这时候我老妈教了我一招，她说可以把毛巾弄湿放到房间，这样可以缓解一下。不得不说还是要听妈妈的话，的确是有用。但是住了2天还是没有适应，所以我们尝试了在附近找一下有没有合适的。还真的找到一家叫遇见的民宿，它这里是可以接待有国内居住证的人的，要记住是居住证，不是回乡证或者护照啊。这里是新开没多久的，一切都非常不错，甚至有些电器在入住后没有人的房间还在安装，当时的价格也在100元左右，性价比真的非常高。如果喜欢宠物的，这里还有只小狗叫喜乐，现在是这么大，如果你也有机会来到这里，可以拍个照发个评论区看看它现在变多大了。就这样慢悠悠一边适应一边漫游，你可以发现其实拉萨市区也不算太大，去的也就这么几个地方。这里推荐出行看到的士就坐的士，因为在拉萨的士是比网约车便宜的，但是在其他的各方面，可能不止拉萨，在整个西藏的物价都是比较高的。我个人感觉有些东西甚至高过1线城市，所以才有人会说你可以花3000块去拉萨旅游，但是你不可以只有3000块。布达拉宫、八廓街、大昭寺、扎基寺这些景点都比较集中，相隔都不算太远，所以出行基本上打车就可以了。还有如果刚来到高原，大家都会提醒你最好2到3天不要洗头冲凉，的确是很难顶，2天不洗头都可以直接做造型，但是一定要听劝，也是为了接下来可以好好的旅行，能忍就忍一下吧。第2天我们就去了八廓街，要记得从右边顺时针转圈的走。我呢虽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，但是我会尊重，在这里也受到了感染，所以跑到八廓商城买了一条菩提珠链来盘，也希望感受到纯净的信仰力量，洗涤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浑浊，可以找回从前那纯粹的感觉。这个阿雕奶茶在这里好像挺红的，喝着还可以吧，可以试试看。在这里的中间就是大昭寺，是需要预约的，但是我们也没来得及进去，转了一整圈，感觉一路上的商业化程度还是挺高的，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就是这样的，反正建筑是很有感觉。
只是和我想象中的有那么一点不一样。拉客拍照抱团的，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深圳东门问你要不要电头发按脚的一样。不过我发现这里的色调都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尤其这里用的红色就很美，对吧？如果走累了，出门拐弯不远，你还可以去1块钱一杯甜茶的餐馆，你放1块钱纸币，要记得只收纸币。听说当地是不用硬币的，原因据说是硬币上没有藏纹。这个冷知识不会只有我不知道吧？杯子是要自己去拿的，然后把纸币放到桌子上，就有大姐会拿着个壶过来把茶倒满。我是不经常喝饮料的人，但是这个甜茶还是很哇塞的。还有这个账面，你是要到前台买这样子的牌，然后到最里面的窗口里面拿面。温馨提示一下，这个辣椒是真的辣，吃不了辣的可以不加。看上去这个餐馆主要也是当地人去的，就有点像香港的大快活，都是来喝下午茶之类的。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在拉萨的节奏是真的很慢，一待真的可以待一整天。到了晚上，我们这里说的晚上是9点以后了，我们去吃了个网红的牦牛火锅。吃着好累啊。就这么迷迷糊糊3天过去了，到了第4天预约了拍丈夫，开始我是拒绝的，但是经不住来了都来了这句话，以后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来，那就拍吧。他们的收费是399，而我化妆换衣服加上拍照的整个过程可能也就1个小时左右，大概会有40张底片，精修是10张脸。10张脸的意思就是，例如是2个人的合照就算2张脸，这好像比拍婚纱照更懂做生意耶。也说了精修是送的，所以我是没看出来修了个啥。从我不专业的眼光看起来好像就调了一下曝光和饱和度，别的和直出就没太大差别。他们都说我拍得像本地人，你们说像吗？但我知道我是胖了很多，而且要注意，在拍照期间可能是衣服太重了，走的也比较快。如果你感觉到喘气加速，证明能量条消耗的特别快，心脏也感觉突突的，有这样子的感觉，尽快停下来，调整一下心率和呼吸，千万不能让自己不舒服，尤其不能感冒发烧。在高原感冒发烧可是很大锅的，可以多备一些感冒冲剂，有点不对劲赶紧就来一杯。在高原凡事尽量慢点，出来旅游又不是上班，你急个啥？又隔了1天，我们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在布达拉宫广场拍照。我感觉在这里不用给人家拍，自己拍就行了，因为在这里怎么拍都很出片。在拍完我们回民宿之前，有经过一家东北烤肉，那果断要吃的。来了这么几天还是吃不惯拉萨的食物，这可算是这几天吃的比较合胃口的了。就这样不知不觉在拉萨已经待了5天了，感觉大家都适应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报了个6天5夜的8人团，走灵芝318的路线。以我这种见人就能聊的性格，旁敲侧击问了一下别的游客，报这样的团普遍的价格都在1700到2700，另外再加保险150块，而我们报的价格加起来就2400，也在这个区间。6天好像这个价格也差不多了吧。我们报的团的名字叫做圣象天门团，但是最后还是没去成圣象天门。接着往后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了，真係吹脹啊！月朦朧兩朦朧，25號早上6點就出發。这是我们原本合同里面写出来的行程。首个景点我相信大家都一样，就是买氧气瓶。没错，就是过去被吓唬一下，然后每个人都会带上一个198元1升的长了煤气罐的氧气罐，在车上它还会配一个10升的应急用的。虽然都说是自愿购买了，但是被吓唬这么几句，大家都会选择花点钱买多条命吧。此时趁天还没亮，赶紧上车补个觉。当你醒来睁开眼就可以看到巴松措。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，阳光照下来的时间不多，但是湖水还是非常干净的蓝色。在这依山傍水的景色，多用眼睛记录整个画面，是不是像假的一样？中间的湖心岛里面有个庙，
在走下去的岸边，你可以看到不少的玛尼堆。这里有棵树，不知道是倒了还是怎么的，上面写着有561年的历史，到底是故意的还是自然形成这样子的呢？跟团就是这样，还没感受够就要集合了。所以我们平时出去旅游，如果不是担心中途有状况，自驾或者自由行才是真的旅行。不过非常庆幸，这次的队友都非常不错，都很能聊得来。在西藏的路大多都是山路18弯，在这2月末，沿途风景的主题还是雪。如果你也是南方人，看到纸般雪景，内心也会充满了我操！而且怎么都没想到，才出发第1天就有各种的堵。在司机装防滑链的同时，我也下车感受了一下真正的雪地。原来踩雪是这样的感觉。我承认我是老炮，这么厚的雪，这场面又是我没见过的。就这么边走边堵，终于来到了色季拉山，海拔4728米，好高的哦！啥也别说了，看景，我们还是比较幸运，看到了刹那的日照金山。但是看完接下来的课题又是堵车，我们也是够极端的。司机都说了，从来没试过这样塞，而且足足塞了5个多小时，快到晚上12点才能吃上饭。当时山路是结冰的，就算是有经验的师傅开车也会打滑。我们还看到了救护车的出现，所以奉劝没有足够的准备和经验，尽量不要尝试自驾走318，我们都要敬畏大自然。看了一下今天的酒店还可以，不过我发现跟团的这几天，酒店的冲凉水水压很低，热水也不够热。不过也别吐槽太多了，没能睡几个小时又要起来出发了。在梦梦幻幻的状态下吃完早餐，第2天的首个打卡点4000公里的雪山观景台。开始我还看错了，以为是4000海拔，当时还感觉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不过景色还是很治愈。然后又上车睡觉，下车拍照。在途中，就算你是上个厕所出来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雪山，够震撼了吧？去一个洗手间出来都可以看到那么美的景色。所以在西藏你会发现每一帧都是美景，就看你有没有发现美的眼睛了。一路走走停停，沿途你还可以看到很多行走的15000，所以还是放下手机，好好感受一下这缺氧的美景吧。但是看久了也会审美疲劳，这时候我也睡着了。在我睡着，突然被小姨子摇醒，她让我看一下这些图案。其实这些在火车上我也有看到过，我承认我是无知。开始我还以为这是普通画上去的火车轨道，但是查了一下才发现，这个是天梯，是当地藏民如果是在12岁之前不幸离去的，他们是不可以天葬的，只可以是水葬，所以他们家里人会画这样子的天梯，希望他们能走上天堂。如果大家看到了，千万不要去破坏。而且令人震惊和悲痛的是，有些地方画满了一排一排的，太沉重的我们就不说了。回到今天主要的目的地来古冰川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景点。听说除了南北极，也只有这里可以看到蓝色的冰川了。可能也是因为到了2月末，冰开始慢慢的融化，有些地方的冰变得非常的薄。我们尽量要跟着有脚步的路线，看看这风景。走。那边不是说很危险吗？跟着脚步走先吧，多脚步的先走。但是走了半天都找不到网上看到的那个冰洞，最终还得是我队友小兄弟，她是个女孩，给我指了条明路。不过此时天色也不早了，赶紧拍几张照片往回走。就是这个洞。也在这个时候让我感觉到不知所措的害怕。原来在雪地上是非常容易迷路的，我也不自觉走到了危险区域。我踩了几步，听到有冰裂的声音，而且还看到冰裂开的过程。当时是真的慌了，也没想到拍下来，赶紧就要往回跑。
还好有惊无险，我们是骑马来，所以骑马回去，说是100块有3公里左右，但是我怎么感觉最多就300米？但是骑着马看着这样的风景，真的别有一番风味。啊，谢谢。怀着后怕的心情，又结束了一天，回到酒店休息。这时候你就慢慢的发现，酒店是一天比一天水，累得也没心情吐槽了。到了第3天的行程，也是整个旅行最闹心的一天。先到了一个沙丘，我也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，风很大，我们8个人只有小兄弟进去了，我也只拍了张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吧。雪山、金山、沙丘在同一个框，又是我没见过的世面。接下来上车拐几个弯就到了雅鲁藏江大峡谷。到停车场一下车，有一位自称团费包的讲解员来接待。那开始我还觉得哎呦不错哦，的确讲解的还不错。我们尊敬神山，南迦巴瓦峰，但是讲解到最后会直接带到帐篷里面买5副牌，一个60块，骑手就是2个，多的就不多说了，大家都明白。不过一出来就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，就是我家2领导的手机无缘无故被疯狂的扣流量。开始并没有在意，以为是月租到期了，所以就充值200，但是不到10秒钟直接扣完。这还没完，接下来的1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就算已经把流量给关掉了，还在疯狂的扣费。收到扣费信息已经累计达460元左右了，现在我们信息还保留着的。我就想问一下移动，这是搞什么呢？如果你也遇到了这样子的状况，记得开启录音和录像，马上打给客服，赶紧反映一下情况。这可是在国内使用正常的流量，为何会出现这样子胡乱扣费的情况呢？最气人的就是当时客服还说是正常的，这里正常个鬼呀！有点逻辑的都不会这样子回答。我们都是在境内，但是可能是我听错了，仿佛听到客服说什么境外流量。但是我想说，我们的习惯是把漫游给关掉的，就算是出国，我们也是习惯买当地的流量卡，这根本是不成立的。但是如果客服说这是境外流量，那客服你的事情就大条了，懂的都懂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录音。然而这么紧急的情况，居然不是及时处理，说是48小时内解决，就算催了很多次，最后也要等到第2天才搞定，而且最终也没有全额退回。这么大的企业是不是应该认真检讨一下了？而当时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刚才 BB 复牌的是被教训了？所以有些东西是不能不信，我也不敢说太多了。走东西路仔唔識世界，求放过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奇葩事就这么完了，那你就图样了。更无语的是，到了晚上入住酒店，就是因为香港户口的问题，那个地方像酒吧街的地方，只有1、2家酒店有资质接待，而旅行团给我们安排的是没有资质的，所以民宿不敢接待。这个事情在出发前已经和旅行社再三确认过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到了入住的时候又出岔子，我操！然后司机师傅也东奔西跑的去解决。当晚是吃石锅牛肉，我在狼吞虎咽的时候，他回来说要我补600块差价，那我也只能联系旅行社啦。当时我们也耍了个心眼，在某团上面看到在几百米的附近有一家可以接待的酒店，也才200多块，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路数呢？我也不想去想那么多。最气人的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另外一个司机，气势嚣张的跟我说，旅行社说了，如果不愿意补，那就把今天的房费退给我，让我自己搞定。哼，当时我就说了一句，这样搞我是吧？那行，这么不负责任的话都可以说得出来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先吃饱饭再说，反正这个钱我是一定不会补的。如果今晚不给我搞定，那我今晚就不住了，我就待车上，接下来我也不玩了。到第2天，我宁愿浪费这些钱包辆车回拉萨找文旅讨说法，我也不愿意这样被坑。你疯，我比你更疯。一开始做不到就不要轻易答应，就算浪费钱讨个说法，也不可能咽下这口恶气，不然以后把来旅游的人都当成冤种了。就这样弄到当天一点心情都没有，我就一边吃一边等他答复。我都想好今晚是个不眠夜，当然要吃饱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冷的地方，还好最后还是给我安排了，距离是有点远。当然他也好声好气说要补一部分差价，好声好气的跟我说在合理的范围内我是可以接受的。
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那个司机，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，还是故意不小心的，说了那句退回1天房费给我自己去搞定，这就是不负责任，而且退也退那几十100的，你在那耍人呢。但是当晚听队友在群里说，他们入住的环境可以差到不像样子，要么灯不亮，要么洗手间很脏，热水壶里面还有蜘蛛，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遇不到的。我都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怎么样。带我去的这个地方还算可以。当晚我就在想，其实按我们的团费让大家入住我住的这家酒店，应该问题是不大的。也可能是我们的队友都太善良了，要么就是太累，不然把大家惹毛了真的会掀桌子的。所以我只能说，为了安全考虑，要跟团的多看几家网上的大平台，找那些评价好的、负责的，最好还是有门店可以去门店签合同的，只要价格还在合理的范围内，贵一点点就贵一点点，而且保险一定要买。所以第3天就这样子被气饱了，不过总算还是拍到点不错的照片。终于到了第4天，说是带我们看个瀑布，但是我怎么感觉像个水龙头多一点，也没什么精神，所以我视频都没拍，就拍了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不过有几个石山的形状还是挺有意思的，解说人员也挺有趣的，说这个乌龟明年过来就看不到了，说它会往上爬。好吧，我信了，希望你不要骗我。这个酥油茶灯还是挺像的，在这里你看到的大多数都是靠想象，而我觉得最像的就是这只鹰，你能看得出来吗？这里也有卖许愿牌的，不过解说员会提前跟你说有需要再购买，不会直接上手就来，这个还是很值得赞的。随便走了一圈，出门你会看到几只猴子，记得要收好随身物品，尤其是手机相机这些，免得被猴子一把薅走了。到了下午的景点，也是我很期待的米拉山口，那里的海拔5000米，我们在上面挂金帆撒隆达，这里的风景是真的美啊，但是风也是真的大，而且当天的温度是真的冷。但是看到手中的龙达飞起来的那一刻，什么都值了。这个金帆怎么用？我也不知道。对呀，看他们就是从这个结打到那个结。这个，这边是头，应该是2边都可以了吧？对。那我们挂下面，你们挂上面。肯定。你挂下面，然后他们挂上面。那我，你先系上，你先系上。随便挂。对。随便系，就要有个结就能系。对。好的，要给我一个兄弟，等我的兄弟不要跑到我的前面。这里够长了吗？可以。如果是够长的，我挂这里。对，挂起来。好了，好像刚刚好哎。好了，这里咯。好的，我小兄弟，我大兄弟都挂了。来，让给个特写。最好的位置。看到天空好像伸手就能碰到的那种，也庆幸在那里没有一点高原反应，氧气稀薄但很干净，反而我还觉得挺舒服的。但是在那里你想点烟是有点困难的，而且还了解到一个不正经的知识，隔壁一辆车的司机说吸烟的人不容易高反。这个司机不是第3天唧唧歪歪的那个司机啊，虽然不知道这个理论真假，不过我们几个队友侧面验证过，感觉有点头晕的时候来一根，好像真的会好一点。但是非正式认证啊，你们听听就好了，别当真。我们还是看看雪山，看看这云。不过今天好像没什么云哈，这场面又是我没见过的绝美的景色。今天一路上都是很治愈的风景，而且到了一个人烟稀少很长的公路，本来可以拍出大片的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们好像惹到了一头牦牛，他就绕着车追了我们一圈，弄到我一张都没拍到，真的好可惜，也只能往前走，要求司机放停给我们拍几张照片了。这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牛头弄成这样子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仪式的，如果有懂的朋友评论区分享一下。到了现在你已经习惯了这种累，但是今天早早就回酒店了，今晚住就住在离机场不远的地方，明天就是大家都挺期待的羊湖羊卓雍措，我是很期待去喂海鸥。我还看到抱团的合同里面写有无人机拍摄可以给我们装备用，但是看成片是装不了一点，
他们都是那种流水线的作业，反正我看着就很一般，还是赶紧带我去喂海鸥吧。到了这里要注意，我听小姨子说，开始我们到这里是5号观景台，如果你不提出要求，有些司机可能会直接带我们回酒店，所以要提出要求去3号和1号观景台，那里更值得去。所以你们去的时候一定要跟司机确定行程，别稀里糊涂的被略过了。当天的天气真的不咋地，到了3号观景台下车就来个沙尘暴，长这么大都没见过沙尘暴。来到这绝美的景点却给我遇上了，难道我真的是天选之人？在车上等待经历这99118难，还是给我们等到了一个窗口期，可以去找海鸥玩游戏了。其实这是不是海鸥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记住这里了，这里是3号观景台。他吃了，有人要吃吗？我要这个。大概玩了10来20分钟，又看到沙尘暴冲过来了，赶紧跑上车躲一下。还有一个1号观景台是在山上的，也就是大家可以拍到传说中 S 型弯道的那里，看看我拍的怎么样。在这里打完卡，差不多就结束了今天的行程。而当晚我们住的地方是当雄，也是我在西藏那么多天唯一一天会感觉到头痛的地方，是真的头痛。在当雄的酒店真的没话说，热水不热，又脏又冷，暖气跟没有一样。感觉到头痛，我马上就想起那198的纯氧，而且那么多天也没吸过，赶紧吸一下，不然就亏了。吸了大概10来分钟，是真的有点用，感觉好一点点了就赶紧休息。在第2天起来，惊喜来了，下雪了，真的是飘下来的那一种。别怪我这南方人，这场面是我没见过也很想见的，因为每次旅游去下雪的地方都不下，但是等回到家看新闻就说那边下大雪，你说气不气？不过今天终于给我赶上了，没错，这就是6天团最后的惊喜了。因为6天的团活生生变成了5天，也是因为这场大雪，纳木错的路上不去了，圣象天门也去不了，后背的扎西半岛也去不了，司机就话都没说，直接就掉头回拉萨。其实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的，所以队友都有点不爽。我可能是审美疲劳了，也没太大的期待，我反而在想，不如把我们放回酒店门口打雪仗好了。然后司机就把我们带回拉萨，去了团内原有的景点天文馆，再带我们去买了点特产牦牛肉干。这6天的行程就全部结束了。其实遗憾还是蛮多的，不过下次还会不会来不知道。团的行程就结束了，但是我们还会在拉萨待几天，所以我们就回到原本的那个民宿。首先布达拉宫还有博物馆都还没去，也是因为星期三听说扎基是星期三去求财是比较灵的，那我这样的奸商就再适合不过了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多待了几天。我们来的这个时候刚好是藏历新年，当地的人都回家唱歌跳舞喝酒了，所以路上都是空荡荡的，能看到的大多都是游客。好在这段时间是淡季，布达拉宫的这些门票都是免费的，那怎么能错过呢？回到拉萨就躺平休息1天，晚上就去吃了个手抓羊肉，是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也挺实惠的。那里写着精品，精品其实就是羊排，80块1斤，手抓其实就是一般的，70块1斤。它那里也只有一种面，10块钱1碗，这样2斤肉1人1碗面可以吃得饱饱的。他们的盖碗茶也很清香，吃完也无所事事了，晚上就到拉萨之歌感受一下。只有我一个喝酒，没有酒伴也只能听听歌了。看着人家嗨到缺氧的场面也是没见过的。到了12点也慢慢没人了，就回去洗洗睡了。第2天的规划就是去博物馆认识一下西藏的历史。开头也说了，以前没解放之前，这里的农奴制度是非常可怕的，可以看看当时的那些贵族，在交通不算发达的情况都能玩上这些高端东西。我没看错，这应该是相机吧，还有麻将，还能听得上黑胶唱片。再看看当时的农奴，他们住的条件，而且还食不果腹。听说他们如果是偷吃点好的，很可能会直接被丢进蝎子洞，里面可是有成千上万只蝎子在里面，想想头皮都发麻了。你看一下，上马还要踩着人上去，你拿个凳子就不行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雪监狱啊？那可是绝对的现实版人间地狱。还有阿杰骨，绝对是泯灭人性的东西，免得被黄标。这类的东西以后我再单独出一期视频说吧。也只有我们当时的解放军在1951年5月23日解放西藏，才得以改变这一切，才有现在的西藏。这些历史等我认真了解后再做视频详细说。
如果点赞分享多的会激活我的加速技能。中午吃完饭事不宜迟，预约了下午去布达拉宫的。比较庆幸的是，因为藏历新年会提前关门，最后给我们赶上了。但是不幸的是，雪监狱当天早就关门了，这又是一个遗憾。我是非常想进去看一下的，而且好像他们赶着下班。上去布达拉宫的时候，后面会有人催着。以前听说爬上去会有点费劲，不过像我这种喜欢躺平的人反而是没啥事。不过在里面是说明了不能拍照的，所以在里面按吨算的黄金，就只能等你们有机会自己来看了。我只能稍微透露一下，非常震撼。本少侠作为天选之人，平静了几天没啥话题，好像真的有点说不过去。但是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不就电话来了吗？起飞了，为了避免耽误你的行程，本次来电是要咨询一下你意下改签还是退票。改签和退票是怎么样呢？看这奇怪的电话号码，没错，被诈骗分子盯上了。这也是近期比较火热的骗局了。我大概说一下，一般是你购买了机票，在起飞的前一天，就有可能会收到这样的电话。对面会跟你说购买的航班故障延误，问你要改签还是退票。如果是改签，里面有个延误险，会赔你300块钱，你可千万别信啊！他们会一步步引导你，让你登录他们指定的网站，套取你的资料信息，然后刷你的卡，或者直接转走你的资金。我就这么简单和你说，如果真的是延误赔偿什么的，正规的航空公司是不会跟你说那么多的，也不会要你什么资料，会直接赔偿到你的账内的。就例如经历过飞机延误3小时以上的同学都知道，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，基本上就知道他是骗人的了。如果你还迷茫是不是真的飞机延误，只要记住一句，对方打来的要保留质疑，你自己的疑问主动去找官方渠道联系，主动去求证，还有任何的验证码和信息都不要给别人，看到可疑的网站和链接都不要点进去，都很大概率是钓鱼的。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？不过我也觉得这个骗局我也应该做一期视频来说一下。我们先说回来，走出了布达拉宫，二领导他们选择去邮局给几年后的自己寄信，我就不寄了，因为我有你们这帮观众同学。我希望不管多少年后，我们都可以因为这个频道还存在，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。当然我也没闲着，我就去拍50块和布达拉宫。我偷学了旁边的人的经验，要用手机拍，而且把焦距拉到 0.9， 这样前景和后景就不会虚了。如果你手抖，你就一边对准一边按多几张，总有一张是对准的。能拍到这样的照片，我也是很满足了。那再去搓一顿手抓羊肉，今天就好好休息，因为明天一大早6点钟就要去扎基寺，求一下财运亨通。到了扎基寺这里应该是不能拍的，而且我也忘了拍，因为我很专心的求财。这里的拜法呢，我把我知道的说一下。先在门口买一个3件套，它有20的、30的，里面有酒和香和哈达。进去就看到香火非常鼎盛了，先把香点着，然后原地顺时针东南西北4个方向都拜3下，然后在心里就把聲乜名乜住喺邊一忽告訴扎基拉姆娘娘，然后就把香插到香炉里面，再进去寺里把酒打开，会有人接过去的，也把哈达打开，也会有人接的，然后跟着人流去。如果你没有带散钱的话，里面有个地方可以给你扫码去换零钱的，都是自助的。然后跟着大家的方向拜一拜，然后把香油钱放到功德箱里面。我不知道这个流程是不是完全对，但是我知道娘娘是一定收得到的，也不会怪我们这些无知的人类。以后多做善事，就心诚则灵了。拜完出来天都还没亮，如果肚子饿，你可以面朝扎基寺的右手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甜茶馆，看到挺多当地人都在这里吃早餐的，里面的甜茶和面都不错。我是一边吃一边打瞌睡的，因为太早起了，实在顶不住，赶紧还是拦车回去补个觉。好在昨晚已经约好了到机场的车，到民宿门口接到机场150块，所以睡醒吃点东西就可以出发了。在这趟车上就别睡了，再好好看一下这里的风景，回顾一下这半个多月的经历。我也听人说过，这里的人都很幸福，因为氧气稀薄，人容易忘记事，所以不开心的事也容易忘记。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哦。不管怎么样，终于还是到了回程的路上。每次在飞机上看到地勤师傅在挥手，我也会跟着挥手。如果是出发，我就当他跟我说一路平安，玩得开心；如果是回程，我就当他们在说平安顺利，有空再来玩。而且这趟飞机上我又开了眼界，在爬升的阶段感觉到马力开到了最大，你从窗外往下看就像在山顶飞过一样，
这就是心跳的感觉吧。在冲上云霄之前，再看一下这美丽又神秘的地方——青藏高原。我们要回深圳是中转重庆，那够时间当然要去吃一顿火锅了，对不对？一边吃火锅一边回味刚结束的旅程，总觉得每次旅行都有些遗憾，我都会当作是下次来的呼唤。如果你也和我最近一样被工作伤害了，付出了5年共同进退的真心，却被利用完，还得到了一句你觉得你现在还能干点什么？学会看淡吧，也当放过自己，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是时候放下手机，背上行李，出去走走，用右眼记录这美丽的景色，懂感恩，讲诚信，未来一定可期。好了，没见过世面的我又拍到这么震撼的画面，所以又到了我们 emo 的环节了。上次天各一方那首歌的對白，其實還有下半段，我也是非常喜歡。其實咩先至係真實而恆久嘅呢？或者我應該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、希冀，俾我相信呢個世界有啲幸福隨手可得，又永遠係掌握之外。有時激情捉喺手裏面會化為灰燼，反而藏喺心底可以歷久常新。貪求思慕只因痴，一切眼淚思憶都係徒然。還有拍到一些美景，也獻給看到現在的你。願我們大家往後的生活、工作都健康、幸福、順利。這裡是正在長知識，我是少俠，我們下期再會。Jesse 的嘞。